好，柯文哲今天7000万交保啊，应小薇3000万交保，让他们中秋节可以回家团圆啊。那原来检方还是反对的啦，检方说哦，他们柯文哲被羁押禁见，还能以社群来攻击骚扰证人哦，所以呢，柯文哲科技突破法律的禁令，隔空串证。后来查一下什么，就是柯文哲呢在出庭的时候，小草在那边记下来，然后用柯文哲名义去发脸书了。不是柯文哲发嘛？哦，我今天上午也有记者问我说，这每个立委啊、议员啊等等，像我们很多脸书也不见得是自己写啊，就是小编写一写，我们看一下可以就发了，或者小编自己就发了。哪是脸书一定要你自己发？柯文哲怎么可能一面我自己写自己比较伟大？柯文哲怎么可能一面这开庭一面发脸书嘛？那法官说这都不行，这有点奇怪了哦。所以我是觉得这个不合理了。当时我就觉得这个不合理哈。那果然法官说这个要交保，可以交保啊，关了1年多，你要关多久嘛？那限制住居，不能随便搬家，也不能乱出境，也不能出海，8个月之内都不行啊。8个月后再说，可能法院要审判了等等，而且给他电子监控啊，可能是电子脚环了哈。那应小薇先筹到钱，他比较少，3000万啊。那另外呢，柯文哲啊说呢，为什么他现在可以交保？是因为呢，最关键的证人叫彭正生，原来副市长，哦，讯问完毕了，哦，所以讯问完毕就可以了，哦。那检方一直说橘子还在，所以不行。我就想，没有到，那橘子一辈子不回来，柯文哲关一辈子吗？哦，这不是很奇怪？哪有这种事情呢？哦，果然这个法官打脸检方，哦，说这个不能用橘子的理由就把柯文哲一直关起来。而且呢，你说其他的地方也可以有没有犯罪啊等等，这都可以，不是一定要橘子，其他旁边也有哦。搜证已经完毕了哦，那所以呢，这个因为橘子不到就一直关押，法官认为违反比例原则哦，所以呢把他给放了哈。那北检也收到裁定书了，要研究是不是抗告。其实一审的时候，第一次的时候，法官就裁这个放人。但检察官就上诉，法官放人，检察官上诉，法官放人，检察官再抗告了，法官检察官抗告。后来法官问检察官说：“啊，你到底要抗告到什么时候？我们要压到什么时候？”那检察官当时说：“等到你们证人通通结问完毕啊，那现在算是他们认为说这个证人算是结问完毕了啊，所以把他给放了啊。那所以我觉得这也不对啊，就是你检察官要声押，法官否决了。”就否决，最多抗告1次，能不能抗告4次？每天这样抗告，那个法官半夜起来给你开庭，法官也烦死了。检察官说：“我非抗告到你把人关起来不可，可以这样子搞吗？”哦，所以我真的觉得我们那个羁押对，不管检察官、法官都太松了，哦，太宽松了哈，对人权毫不顾虑哦。立法院真的要好好检讨的哦，应该要修法的哈。那7000万筹得出来，筹不出来，这个陈佩琪去银行筹7000万啊。那柯妈妈有点心痛这个钱，柯妈说：“啊，各爱提7000万出来哦，心肝加甘苦呢，拿钱出来，这个也是钱嘛哈。那另外呢，柯文哲卖农地说呢，这个还筹不到7000万了哈。那说他整个的剩不到5000万，黄国昌说是难以承受的负担这么重哈。那另外呢，他的秘书长周瑜修说呢，民众党秘书长说赖清德怕了所以只好把这个柯文哲交保了哈。那另外呢，民众党感谢承审法官还给柯文哲公平审判的权利，因为将来到法院去审判呢朱立伦说这是迟来的裁定，凸显过去司法的瑕疵就是你过去你可以这样关人吗？可以这样不顾人权吗？押人是真的人权完全这个受限柯文哲不是讲吗？1年呢不见天日睡在马桶旁边都要戴口罩，那个臭味才能严重。可见那个马桶显然是有问题。不太懂，我补充一下你说，我当年也被关过，那也是住了7个，不是2个。那我们的习惯是说，最慢进来的一个最接近马桶，那新进来的又变成马桶，他就退一位。所以柯文哲关了1年，怎么一直跟马桶在一起呢？你懂我意思没有？我知道。是新来的要接近马桶，越早来的越离开马桶。这以前就这样呢。不过他是说他就在马桶旁边，我们看一下。夫人有没有觉得终于松口气了？夫人，那个市长可以出来了。理解现在这整个资产盘点的状况如何了？
1000万接受，小心啊，小心，1000万小心小心。不担心收不出钱吗？稍早呢，北院也公布了柯文哲还有应小薇他们可以交保的理由。其实呢，可以分成2个部分来看。从以柯文哲角度来看呢，对柯文哲来说最重要的证人也就是彭正生。北院认为说彭正生已经诘问完毕了，而对于应小薇来说呢，最重要的证人也就是王尊侃还有他的助理陈嘉敏，他们2人呢也已经诘问完毕了。所以法官认为重要证人已经问完了，所以可以大幅降低这个串证的可能性。不过就有人好奇说，那还在逃亡的徐子瑜橘子呢？法官这边的意见是认为说，因为还没有办法确定说能不能抓到徐子瑜，不能以橘子还在逃亡的这个理由呢，当做这个羁押柯文哲的理由。准备过来，蔡委，这个已经1年了啦，那我觉得再羁押下去，恐怕所有全国老百姓都没办法接受，不是只有我不能接受，不是只有民众党不能接受，我看很多我们中南部很多连民进党的他都看不下去了，过头了啦。对我觉得他都过头了。像我住在那个台中清水那边，有几个民进党的，平常也是跟我针锋相对，然后最近看到我们在那边爬山，伊就跟我讲，阿恁柯文哲要出来，我讲，等下看恁民进党啊，是不是1年了，而且726、823都投完票了，人家不放出来，实在是讲不过去了。这个看起来也是一个政治氛围啦，这个就是说这一次要放冷这件事情，但是这个现在还有恐怕还有一个变数，就是说检察官之前不是有3次4次的抗告，那他这次是不是又要抗告？因为他上次说那个证人要那个交互结辩要全部都审完，柯文哲这个金华城案子的那个证人，听说有200-300个人，200-300个人到底是要问到什么时候？我看他有时候1个礼拜开1次庭，有时候2个礼拜开1次，又不是天天开，对，他不是天天开。好，这是一个。那再来就是说，那个检察官显然这个检察官自己有偏见了，就是怎么样我都要羁押你柯文哲就对了。好，那要不然他就橘子永远都不回来呢？其实其他人其实都问了，就关键重要的证人都已经问完了。那这件事情，我觉得这个也是他本来就是你如果把它很单纯。你赖清德把它很单纯的当做一个法律问题来处理，我觉得今天不会变成这样子。赖清德不可以处理了，他怎么可以处理？我跟你讲，你观念也不正确啊。他本来是不可以处理，但是处理了。但是他处理了嘛？你看在这个大罢免的过程当中，他也是把司法拿到第一线，当作工具去对付国民党的各个党部的党工。现在多少人要面对那个官司？一个官司8万块就好，请问一下那个新来的党主席要不要出啊？这也是一个问题啊，对不对？我请教一下，是现在阿北出来了以后，是你的角色有没有改变？我的角色没有改变。我跟你讲，当时我就衔了他的命，说我要到中部去，就是开疆辟土，因为本来民众党就小，本来我们地方组织就是没有好好的做起来，所以他说他当时跟我讲说这个比较有能力比较好、比较凶悍的出去才能够吃得苦中苦，去开疆辟土。那我也觉得，我就在那个地方，我也在那个地方建立了一个很好的一个跟民众还有我们民众党还有这些小草有一个很好的连结。所以我觉得柯文哲出来呢，我觉得这些是给小草一种鼓励啦哈。但是常常就是说，他现在身上如果他到处爬照这件事情，会不会又被检察官哪一天又觉得你讲话太过分了，又拿个什么理由又把你随便又羁押进去？因为他当时检察官起诉事实上是有3个案子除了金华城之外，还有这个其他的政治现金案，还有什么公益所以我觉得柯主席、柯市长的命运还是很坎坷的啦。来，林涛。这个柯主席交保，一方面替他开心，因为他出来了。第二个呢，其实很舍不得，因为过去大概羁押13个月，将近80%多的时间，他的最高上限是15个月，你给他压13个月，然后过程中该查的都查了，该办的都办了，到现在还停留在什么实质犯罪啊，然后停留在什么 Excel 什么文件档案，你还是没有抓到关键的证据。然后你这个检察官在查办的过程中，一天到晚逼柯文哲旁边的这些人认罪指证柯文哲，然后过程都违反刑事诉讼法，还有去这个医院
在逼沈庆金的这些恶检不能成为台湾司法调查的案例，所以我觉得说台湾的司法公正度走到今天。如果今天这个我们在这个过程中还不挺柯文哲，还不挺这个司法不公正状态应该要被扭转的状况之下，那难怪这些现在所有的民调，民进党赖政府的司法信赖度都创新高嘛。所以我觉得今天你与其一直压着他，如果你觉得今天柯文哲有涉入什么案子，你让他出来面对司法，用司法的这个程序让他捍卫自己的清白，你怕了吗？你到底在怕什么？你在压什么？所以我觉得今天是一个很重要的一天。我在这边也奉劝司法机关，你不要进到二审重新再算15个月的时候，再把柯文哲压进去，同样的错误不要再复制一次。然后我必须要 echo 一下刚才蔡壁如委员提到的，就是说。过去赖总统在整个的大罢免时间，也用同样的做法在欺压国民党的党工，大搜索、大羁押，根本是司法资源的错误的配置。个人资料保护法可以用搜索的，可以用羁押的，可以用交保金额破千万的，这是前所未闻。那我也觉得，就是说我们下一任的党主席也不用担心。因为这个，我们最近有推出这个莱尔校长的这个捏捏球，就是为了那个党工我们的律师费筹款。好，那如果没有这个缴款完成的，朱主席也会把它缴完，就是这个党工的律师费，一定会给下一任的党主席比较不会有这样子的压力。让给下一任党主席参考，去一下再回来。现在好，那么朱立伦主席呢，昨天聘我跟管中闵担任国民党的中评委啊，以及主席团主席了啊。那其实国民党有超过1000个中评委了，你也是嘛？不是啊，以前是当过国民，你是什么？我现在还是中央委员。中央比我大更伟大，他不是，他比中评委大。一般就是当过立委的国民党委员就会被聘为中评委啊。那他的主席团有将近100个主席了哈，那他其实我觉得比较像顾问性质了哈。那本来这个问题昨天他们就列出，我昨天是故意把它收起来，没有谈这个问题，他们今天又把它摆出来了哈。那他到底是一个新闻啊，所以作为主持人也只好谈。通常跟我自己有关的，我通常都不愿意去讨论哈。那朱立伦他说2028年重返执政最重要特别蓝白合是不能变的。因为这是大罢免之所以这个大失败反大罢免之所以大成功是因为蓝白还是合作的，这个蛮重要所以朱立伦一语道破就是蓝白合是不能变的，不管2026、2028，其实蓝白都要合作的那另外呢，这个军系说挺郑丽文去参选国民党主席，而且呢，郑丽文现在活动很积极，也在串联地方的派系了那联合报的新闻是说呢，这个民进党已经备战2026了因为他们什么邱义仁徐国勇都出来了然后说国民党内乱何止？我觉得这国民党这也过头，国民党其实也没有内乱就是说当你有好几个人愿意出来选党主席是一件好事嘛，所以怕说大家都不出来，那反而不好今天大家现在觉得这个天下英雄尽足之我觉得其实也一件好事了那当然也有媒体说呢，说这个战斗蓝逼朱立伦表态其实没有了，没有逼朱立伦表态这完全不是这样我早上记者会也讲，因为昨天一堆记者来问我说我说我一次开记者会把它讲完的问题你们都问吧免得说这个答那个答，这个这样写那个那样写，其实没有了那基本上就是这个我讲过，这个上礼拜一韩国瑜我然后呢这个郝龙斌赖士葆吃个饭那韩国瑜也很关心，因为4年前就鼓励我选当主席嘛。他就来问他就是说，你到底这个中评委还有没有他说我要去问江启臣他很认真的去问了江启臣那这个他因为立法院长当然关心国民党的这个主席以及他的前途嘛那后来这个我就跟朱立伦约了，跟朱主席我说这到底党主席怎样，我们讨论一下嘛，了解一下，我想请教一下。朱立伦很好客气，礼拜5就在那个老爷饭店的中山日本料理请我吃饭，我今天大家讲不清楚，所以有就报纸说在中餐，其实不是，是中山日本料理那我当时讲得很清楚嘛，就是说目前看起来大家认为卢秀燕是第一优先嘛，
那我说卢秀燕不选的话，你朱立伦也很好啊，202826，这个726、823也都赢了嘛，哈，那就卢秀燕不是你就继续干嘛，哦，那朱立伦就是他不要做了，他很坚定的说，我说那要不然就是郝龙斌嘛，我支持他嘛，那个朱立伦就说，我们现在还是以这个希望卢秀燕为主了，来劝卢秀燕，我说那也很好嘛，那就大家劝，大概就这样。周末我跟他联络一下哈，我就说如果卢秀燕、朱立伦、郝龙斌如果都出来或是都不愿意选的话，我说我也不排除了，哦，我也不排除。那但是呢，因为我没有资格嘛，我没有当过中评委嘛。上次那个江启臣就要给已经聘书都已经送来了，我是婉拒了。哦，那时候还不到1年，那这个江启臣很客气，还打电话给我，在中常会之前，他说哦，中常委会听我的，如果你要把1年取消，我立刻在中常会就提出来，我说不要破坏规矩了，这不必了啊。所以当时因此我也没有接受中评委啊。那朱立伦很好心嘛，朱主席就礼拜2就传给我那个中评委的证书跟主席团的证书，他说礼拜3、礼拜4能不能来看我一下，很客气的哈。那我因为礼拜3我有事嘛，就约了礼拜4 12点，所以他昨天就来了，很客气，就是这样子啊。哦，那没有什么谁逼谁，没有逼谁，大家都好朋友、好同事，什么逼没有这个逼啊，一点都没有逼哈。所以我也讲得很坦白嘛。哦，今天上午记者会我还是这样讲，我说如果说卢秀燕、朱立伦、郝龙斌不选，那我不排除出来，就是这样，就这么简单。如果他们要选，我一向是不跟他争的啦。我认为有好的人，有适合人，他要愿意做，非常好，要担这个责任有什么不好呢？大概情况是这样。哦，所以媒体因为你如果不跟媒体讲，他就乱写一通。所以我觉得还是讲清楚哦，那讲清楚其实也就好了嘛。老沈，你有意见？来，你什么四字什么？那么多意见啊！你就是这一点厉害，把那么复杂、大家都觉得很麻烦的事情，轻轻松松就讲到就这么简单，厉害。所以我刚才开场白的时候，我就说要准备几句吉利话来恭喜你哈，因为你今天讲那4个字，就是卢、朱、郝、赵。前面3个不选我就来哈，那卢朱大概不会选了哈，那现在就等郝龙斌，郝龙斌点头的话，你乐观其成啊；郝龙斌不选的话，你逃谁了，对不对？不过这个就没有什么好玩的。你晓得台湾人啊，有一句俗语叫做“性格不好”，你听过不？性格不好，性低压早，宠子不孝啦，宠猪哈就跟你。到灶上跳起来了，醒低压早，那个醒低就是卢猪嘛，这个中卢的低了对啦，中卢的对了，不要好照了，是能好好的照啊，这还没有祝福。你想郝龙斌就是好啊，你这一门照哈，你前面中卢的低，不要把这个好的一口照把它弄翻了，你知道吗？卢猪好照。就是安尼意思，你在讲你家己无感觉，我一听就知讲哦，我好像刘伯温听到什么天机，马上讲就是安尼啊。所以我们今天都讲主席，我觉得你出来当主席的可能性非常大，你知道吗？非常大。我讲一下中南部现在的国民党员哈，我用一个形容词，现在就是集体焦虑。我觉得就是。表达一下中南部的这些国民党党员，真的是集体焦虑。爱开箱者啊，应该有爱者。来，一真。其实今天看我问你的关键问题，你不要回答。我问他关键问题，他就避开了。南部人他怎么知道啊？我不知道，我只是如实的传达。而且我今天上午才开记者会，他根本还没有接触嘛。我跟你讲，不，那我就要再补上一句了。你当上主席以后啊，当然是2026，那2026就提名了。那你说你高中啊，跟那个国中都跟拉爸，都跟拉爸同学的，所以你们就2个当年的同学就要对干在这场选战里头。我觉得南部对你是相对比较不利的，所以你的重点就应该要在这一块加强。
我台南人有什么不利？你台南人，人家才不认为你台南人。我不台湾什么人？我好吧，来，其实今天早上听到这个赵先生的记者会哈，或者说这个有非常多一些正面的讯息释出来，其实我想很多的国民党的支持者其实都松了一口气哈。那甚至我也去探寻了一些这个民众党的一些支持者还有党员的一些想法。那大家会觉得说赵先生其实是很开明，然后可以沟通的。那甚至在这个2024年这个侯友宜选总统的时候，侯赵配这个关键一角哈，其实对整体的选情是加分非常非常多的。那也带动了这个国民党重回立法院，变成第一大党，而且是最年轻的政党这样子的气势。那再来呢，因为其实我也担心，比方说我们国民党这个党务其实非常非常繁杂哈。你看朱立伦主席他这样接了2任的党主席，然后这个财务啊、党务啊，虽然说是治理的很不错，但其实说实在，这个是非常非常烦人。但以赵先生这样子，就是有专业经理人的这样子的一个资历，因为把这个很多一些媒体的产业就是治理的井井有条。我相信，如果真的我们有机会可以让这个赵先生担任党主席的话，其实国民党的这个治理也是会非常的就是很繁盛的。那再来这个民众党的朋友，我目前初步的这个看法呢，其实他们是非常认同的，因为赵先生其实给予很多民众党的不管这些党公职很多上节目的机会，那在论述上面呢，其实也给予非常非常多的支持。那就深蓝的部分呢，尽管是这个战斗蓝的这个发起人，但是其实在很多一些议题论述方面，也不是铁板钉钉一块，没有那么的深蓝。所以在放眼这个2026跟2028，这个是目前国民党党主席最重要的工作。当我们看到绿营已经在试图止血，那我们国民党呢，在各县市的首长提名、议员的提名、席次的处理，我们未来这个整个建军模式，还有我们的论述规划，其实我认为国民党现在看似非常非常多人，但是我们并不是这些人选的，并不是说有你无我，你参选我就一定跟你选到底。目前国民党的整个情势呢，都还是往非常正面的方向去的。是了，就是说基本上其实不一定在我了，其实优秀人很多，郝龙斌很优秀啊，罗志祥很优秀啊，郑丽文优秀啊，张亚中其实都很优秀了哈。所以我是觉得说，我也乐观看到大家都这么热心、愿意踊跃参与，其实蛮好的。宣布了就优秀吗？那我也要宣布。是那个，其实刚才碧如姐提到的，不只是中南部。全台湾好多的支持者是感到焦虑的，9个人宣布，那谁可以是众望所归的人？所以我觉得第一个是焦虑，第二个呢，我会一直觉得就是说，大家当然可以自己讲出自己对党的一个看法，可是如果出来的记者会是打别人的，那个绝对不是下一任党主席。所以今天早上我看到赵大哥的记者会，我觉得这就是众望所归之人的格局，这本来就是嘛。所以当中评委，我觉得昨天朱主席在颁中评委给赵大哥跟管校长的时候，其实那个国民党的焦虑感是有减低，而且大家是振奋的。所以我也第一时间在下面留言说，众望所归的人，这就是其一其二嘛。这大家就是看到这样子的力量，所以我觉得在这个基调来说呢，我会觉得啦，真正为国民党好而能够赢，然后呢有选战经验、懂党务、选过总统格局的人，我相信这个众望所归的人应该很清楚。谢谢，我们还是希望这个能够选到最好的人哦，只要愿意出来，我都乐观其成了啊。休息下再回来。好，因为今天法院裁定柯文哲要7000万交保哈，那律师发了2点声明，柯文哲说钱太多了，我抽不出这么多钱，要再行深思，所以呢，今天礼拜5了，6日大概法院不上班，要到下礼拜再决定哈。那另外呢，好，那么这是最新的消息哈。那另外呢，传出来说有2/3的民进党委员逼柯建铭逼宫，那人家问徐国勇新的秘书长，徐国勇说，我们就用老柯的话嘛，此事无声胜有声，不告诉你啊。那另外呢，因为赖清德在官邸分5批请民进党委员他们出来都说气氛非常愉快，但是呢，委员第一批呢走了以后呢，柯建铭又留了将近1个小时，那到底跟赖清德讲什么话？两个在一起到底讲什么？外面不知道啊。那民进党说呢，现在好像不要逼宫柯建铭了，说找陈培宇跟范云2个说呢要这个围住柯建铭让党团干部说由他们来救火，来这个意思就是说呢，就在旁边随侍左右你柯建铭不要乱讲话。我们看一下。
我常常在这里讲，换电器，你干嘛？意思是坏了就要换上新的。民进党秘书长徐国勇要重整队伍，发动联署，启动改选立院党团干部，但总召柯建铭一句要做到明年2月这联署进度。无声胜有声哈。那当然有一些东西是党部的一些也不能讲的一些机密哈，我也不会讲出来哈。不过还好了哈。非常好，每个意见我们都尊重，最后会形成一个共识。看来这题列为党内机密，是否真的要等总召自己下台？徐国勇强调会持续沟通。来，费伟，我想先讲柯文哲7000万交保哈，我们大家应该要给这个法官一个掌声哈。关那么久，我觉得超过了哈。这个既然起诉就是证据齐全才会起诉嘛，那剩下就是要大家去辩论嘛。我们讲到现在3党啊，因为726、823有，其实3党现在想到的大概一件事就是2026县市长跟县市议员的选举。那当然每个党都想要调整他的阵容跟步伐哈，所以3个党现在都在观望哈。举例。我们先从这个民进党啊，执政党，他当然要调整他的一些阵容，他会短暂会做一些阵痛做决定。国民党刚好又碰到要改选主席，所以话题也很多。民众党这个柯文哲若放出来，我想马上他要处理他党务的事情。这个我对民众党不了解哈，这个我们蔡委员在这。民进党有很多人就是想说，现在的8位委员，明年2月1号就换了，那个战斗力够不够强？新的是吧？新的哈，这个战斗够不够强？我不晓得，我只是听说了哈。有的人就希望就是这个8位继续留任啊，或者做一些调整。他说，我现在听民众党里面的人就讲说，要等柯文哲出来才能够定案。所以现在我讲这个3个党分析啊。大家目前看的都是这个明年2026的选举啊，我想老百姓关心的是什么？老百姓关心的哪一个县市长选出来，或者2028的谁当总统，谁能够给大家国泰民安、风调雨顺，大家过好日子，这是大家唯一的考量。那老师你怎么看？老柯是7000万，他今天他说不是，还有柯建铭到底怎样？我们先谈柯建铭好了，你的老朋友啊，因为关了1年了，柯文哲关了1年了，你说他没有变化，一定有变化，身体啦、精神状态一定有变化。他忽然间说可以出来了，他这个变化很大哦，在脑筋里头，他以前每次回去关了就很痛苦，现在。回去再关2天，再关3天，很轻松的。他开始 enjoy， 没有 enjoy 就习惯了。我的新的 roommate 是谁啊？旁边是马桶，好像闻起来有一点香啊。他现在心情坦荡，开始想讲这样轮流话了。你要我走，我恐怕还要再想一想啊。现在我觉得这个是正常的心理状态。现在问题是出来以后。这个民众党会起化学变化，那个黄国昌的作为领导人的角色、领导方式要修正。我们这位大姐她很厉害，她无往不利。屏东来的护理师呢，搞到今天真的是很厉害啊！她也要变化，所以呢，对民众党来讲，民众党最大的缺点就是在单一席次的地方的选举，一点希望都没有。他就是在多席次的议员的选举，可以找几个地方当选个3个、4个、2个，就顶多是这样。所以，民众党最大的资产就是从上次选举下来所得到的那8席。我觉得民进党就是不习惯说国会要多数，连林濁水都这样想。林濁水那一天我说我要讨伐你，结果他很客气啊，他美言我好多句，他就是说，我讲的一领什么了，往4领破来口，那是错误。他觉得我们修宪最大的错误就是总统没有否决权。你想想看，我们总统有否决权，比川普还大，比川普还大。所以我觉得这个柯文哲出来以后
民进党要往上走，还是往下慢慢的掉？民众党民众党拭目以待。来，南京。不，我想这个柯建铭这个问题啊，我觉得对于立法院来讲，对于民进党来讲，我相信赖清德现在应该是放下了吧。他应该没有要在一直不断的说奈何他不得了？对，就一试再试，做不成再试一下，何必呢？我觉得没有道理哈。就说你在一开始一击不中，然后再击不中的时候呢，还非得要在什么9月19号立法院开议的时候呢，一定要把那个柯建铭换下来不可哈。因为如果说要因应民进党的未来的新形势的话，他们已经布局完成了嘛。就是在这个立法院党团这边，你就算是再怎么样啊，柯建铭让他再做一下这个到这个明年2月的时候他再卸任，你难道完全在这个立法院里面，你就要采取一个跟蓝白合作的态度吗？我看卓荣泰现在也没有这样子想啊。我昨天卓荣泰没有这样想啊，所以说柯建铭顶多就是他在政党协商、朝野协商的时候，他不像以前这么的霸道罢了吧哈。因为对于赖清德来说，我觉得这一页已经翻过去了。不管是他在这个选对会上面排上了邱毅人这个徐国勇哈，让这个邱毅人呢再来坐镇就是一个辈分很大的哈，再来坐镇未来的这提名布局。他在这个行政院这边，他都已经排好啦。卓荣泰他所讲的一些到未来的方向啊法案，他也没有要跟在野党妥协的意思啊，他也没有说要在他的两岸政策或什么样做大篇幅的调整，没有啊。我们待会儿也要讲到的，就是说是他接下来要下乡去谈的，他还不是以总统的身份呢，他还是要以党主席的身份要来布局他的选战，所以反而是我觉得国民党或者是民众党他们在看待未来的党主席角色的时候，其实挑战是很大的哈。第一个就是国民党的这个党主席，像罗志强讲说，他就是要这样子平稳的过渡到明年2026年的时候，卢秀燕呢完成他的台中市长的任期，他就要把这个党主席的位置交棒给卢秀燕。我觉得，如果说未来的党主席只是想自己是一个过渡的角色的话，那我觉得太不可思议的乐观了。因为呢，民进党已经就了战斗位置，他要去打接下来的战了。而且呢，2026的9合1选举跟2028年的总统大选所吹的风是完全不一样的。就说国民党怎么可以觉得说726、823的这2次的大罢免的成功，你们就真的觉得抗中保台的这个路线完全就被推翻了吗？然后台湾的这个民众呢，就真的是彻底的觉得说，你在未来总统大选的时候打抗中保台的这条路线，它不会奏效吗？我觉得这样子就太轻忽了哈。因为重点在于是这一次的大罢免之所以失败，当然抗中保台的效用呢是在递减，很大的一部分是因为青鸟他们操作的太过头了，好，然后在国内呢，这个找敌人呢已经找到了无所不用其极的部分，然后再加上这个赖清德1年下来，他什么都不搞，就在那边抗中保台大罢免，然后关税的这个冲击呢如此之大，没有因应策略，然后南部的风灾呢搞得他什么都四不像，也救灾不利，还有最重要的是因为大罢免呢是在一个完全违背民主制度的选举之下，好，定期国会改选，我不服输，好，然后呢我又不敢解散国会，好，所以呢我就用这种大罢免来去砍掉你所有的在野党的立委，是这些东西的叠加起来才造成今天的这个结果。可是你怎么知道2028年的时候，那时候就要回归到国家的总体路线上面？国民党现在的路线主张真的能够赢得未来的2028大选吗？这才是国民党要思考的问题啊！我回来补充一下，因为你刚才要我讲柯文哲，结果我讲了一大堆废话。我觉得我还是要回来讲柯建铭。为什么现在赖总统奈何不得柯建铭？
因为大罢免这件事情啊，整个民进党从上到下没有一个人，包括我最尊敬的林左水在内，没有一个人承认这是错的。所以你要电疗，要化疗，要免疫治疗，你总得先承认我得到 cancer 嘛，对不对？何况这个大罢免的 cancer 不是脑瘤啊，也不是鼻咽癌啊，也不是局部的，你切断就好了。它是遍布全身的血癌呀，你知道吗？所以你不能说外科手术砍断就好了。所以除非你承认我们都错了，下次不敢了，这个是违背伤天害理的事情。赖总统这一点做不到，他没有办法处理柯建铭。休息一下再回来，讲得好。好，那么赖清德、徐国勇他们启动团结之旅，现在不团结，是要团结啊！要巡回全台湾搞党务座谈，说这是要吹响2026选战号角啊！那另外呢，赖清德原来不是有一个团结10讲吗？有人说只讲到4讲啊，有人说讲到4、5、6、7啊，但是5、6、7也没公开，也没有讲些什么啊，所以呢，正式的大家知道就是4讲，所以呢。这个打断了啊，那6日要亲自下乡巡回座谈。徐国勇说要跑遍全台湾啊。那另外呢，这个大罢免后第一场党务座谈，赖清德被安排去参拜初选的新人的家庙哦，初选新人的家庙就引起争议了。所以你怎么跑人家家庙呢？啊，那这个赖清德说我是纯粹参拜哦，说好哦，如果没有去，讲好要去。对人教会拍谁了啊？所以团结倾听之旅被认为说是不是变成个人造秀，跑到家庙里面去啊？那另外呢，这个现在民进党有一个叫选对会了，9人名单出炉啊，邱义仁啊是新潮流的，他是总统府的资政，是召集人；另外召集人是徐国勇啊，是英系的，现在是民进党秘书长。另外呢，正国会、永援会、英系、苏系、民主、活水、绿色、友谊、新潮流各个派系都有一个代表来参加啊，这9个人名单叫选对会啊，就选举的对策委员会了啊。那大罢免刚完就布局2026，那徐国勇说政党就是为了选举啊，我们已经比蓝白慢了啊，蓝白呢比我们快啊。那另外呢，媒体说赖清德想赢想疯了，那徐国勇就说这个乱标哦，政党目的就是选举，你们乱讲啊，标题乱下啊。那另外呢，这个绿营的选对会为了2026地方大选成立了。赖清德下军令，争取提名，严禁党内互打。哦，可以大家提名可以竞争，但是不能打来打去啊！你讲我坏话，我讲你坏话啊。那林俊宪说，对，尤其台南啊，他说输的愿意接受结果，应该要接受结果。陈亭妃说，我要打造最强的战队哈。现在不管在高雄，尤其是在台南啊，那这个厮杀竞争的这个情况都非常的激烈。我们看一下。下乡的部分当然要尊重主席哈，那我也会做相关的一些安排。民进党在昨天通过了选举对策委员会，相对于民众党跟国民党都已经有一点点慢了。选对会由总统府资政邱义仁与徐国勇担任共同召集人，成员涵盖党内各派系，但身兼党主席赖总统及县市首长这回均未入列。都是总统的幕僚单位啊，所以这里面没有总统是很正常的吧？要选举，我现在比较没有那么内行了哈，因为毕竟市长的工作是比较吃重的工作。赖主席退居幕后，或许不想被说有私心，毕竟从政起点台南子弟兵林俊宪磨刀霍霍，彼此要做一个君子之争，那输的人要接受选举的结果这个不要有叛党这个跑票的这个行为。这话意有所指吗？同样想投入初选的对手陈亭妃表示，相信选对会为民进党打造出2026最强战队。而同样为优势区的高雄，目前浮出台面的就有4人想投入初选。我相信会挑出最强的县市长的候选人，来在2026年打出一个最好的成绩。高雄、台南的兄弟姐妹们，爬山各自努力。不要伤了和气。想投入初选的立委们对选对会名单看来是给过了。来，老沈，我觉得现在民进党
尤其是在徐国勇的带队之下，要从根这样站起来，所以他就跑遍全国，也拖时间了。也把战线拉长哈，那也说我到你们这基层去听你们的意见，听哈，不是说我广纳善言。那这些以前都演过的啦，你有新鲜感吗？都似曾相识，燕归来啊，对不对？民进党的这是老套了，这是老套啊。徐国勇这套是比赖清德更厉害的，但是他今天走去了，对一个有争议的要在文山选议员的，一开始一出发，这个东西啊，你就害了你的主公，害了赖总统，为什么要去拜他老爸的庙呢？对不对？所以这个就出发就错了。但是这个都不重要，我刚才要讲，民进党赖清德，你要想好，到底你有没有得 cancer 啊？你得的 cancer 是局部的肿瘤，还是全身的血癌，或者是其他的那种非常像陈文健的黑色瘤？你讲清楚啊！你不敢承认啊！你不敢承认，你没有诊断就没办法治疗。你这个地方哦，跑了再多趟，大家都心里头都说，你不敢讲，你不敢讲，我嘛歹势问哦，一个歹势讲，一个没问啊，这个就是一个疙瘩。一个隔膜就永远在那边。你徐国勇在3头6臂跑多趟，效果都有限。来，这个蔡委，刚刚沈浩讲了啦，我刚刚欢迎一下，就一句话，没有诊断就没有治疗啦。哦，这是我们医院的用语嘛。你比我还专业，你比我还专业。任何事情你一定要有诊断。现在民进党的问题是什么？哦，那现在你觉得他们没有诊断吗？他一定有诊断，不是诊断书盖起来不敢给人家看啊。赖清德不愿意去承认，不愿意，他不承认就没办法对症下药嘛。哈，这个我想这个在医院里头沈老都应该知道。所以如果赖清德不承认他民进党现在的问题，也许那个问题就在他自己啊。这个老大自己问题在身上，他就是不敢承认啊。所以呢，他再怎么样讲下乡去讲哦，我觉得他是看到这一次大罢免的时候，其实我们最早的时候，其实我也邀过那个赵先生。我们3月底的时候，我们开始做庙口开讲的时候，我后来发现我们的委员来讲，立法院的委员他就亲自面对面跟这些选民讲，他做了什么。他的预算到底有没有被删？其实这个说真的，我常讲在野党的战场就是在路口，就是在街口，你就只有面对面跟你的选民讲，我到底做了什么？那为什么我没有删你什么的预算？不然我们一开始开讲的时候，那个地方来就说啊，你把我们的那个什么老人的预算都删掉。我们说等一下，我们拿出证据来告诉你。哈，所以我觉得2026民进党会不会赢？我觉得还太早，因为现在台湾太浅碟政治了，还有1年多的时间。如果赖清德愿意调整步伐，承认他的错误，也许明年的选举还在未知之数。我觉得很奇怪，因为团结10讲才讲到第4讲，现在要团结倾听之旅，那你前面要先讲完啊，大家都在敲碗啊，怎么前面没讲完，后面又新的呢？然后让我们是不是莱尔校长新的续集？第二个，我觉得就是说，我很赞同刚才大佬讲，就是没有病识感呐，他。不要说诊断，他连自己的病识感都不知道，所以你可以看到，该用资深前辈的国安部门，他用年轻的；该尊重年轻人的，他用前辈。那到底你这个选战怎么走下去？这就没有病识感很清楚的表征。所以我觉得刚才在提到邱玉仁的角色，我只能说这个选对会，也许呢赖清德的掌控力会下降非常多。李真。徐国勇上任的第一件事情呢，就是处理柯建铭，但现在柯建铭持续担任总召哈，所以看得出来，其实换上徐国勇呢，赖清德还是持续的跛脚，因为这么多的立法委员呢，在联署的情况之中呢，赖主席跟柯建铭之间，多数的委员都选择了柯建铭，所以可见赖清德手上尽管有提名权，还有行政权，但还是离心离德的。南京，赖清德就是不面对问题嘛哈，因为他没有办法下诏罪己，所以呢，他就透过这样子的安排。其实对他个人来说，他就翻篇了啦。所以呢，我看到他要去下乡的呢，还是用党主席的身份去走，我就觉得实在是台湾的这个民众真的是蛮倒霉的哈。因为呢，我们国家面对到的很严肃的问题，现在一个都没解决。
哈，关税的问题也没解决。然后呢，那个南部啊、中南部那个救灾救到哪个地步了？其实很多人的屋顶还是没修好，然后光电板还是沉在那个地方。最重要的是，我们现在真的是面对了川普的这个关税的冲击，这个对于我们的产业来讲是100年的这个冲击啊。那反正总统不要处理，他无能力处理国政的事情，现在3个党他就处理党务了。现在3个党看的都是2026。2026的选举啊，民意是如流水，大家我们古书上讲的“水能载舟，亦能覆舟”，现在就是看民心的向背啊。得民心者